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来聊一个大家非常熟悉但是又不是特别清楚的话题。这个话题叫 Sage Attention。那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单独拿出来聊呢？是因为它现在这个新版本出来了，是 2.2 的版本，而且呢，这个加速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那回头呢，我会在我们的图片生成和这个视频生成的工作流呢，给大家做一个测试啊。那同样的这些工作流我也构建到了 Running Hub 上。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hub.ai 来访问这个平台，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那大家可以在平台上搜索一下有趣的80后程序员，然后从我发布的这个工作流里边会找到对应的工作流。我用的是这个来做的测试。当然呢，你用任何一种都是可以的。那我建议大家是2类第一种是什么？是生成图片的，第二种呢是生成视频的，加速呢效果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先说一下 Sage Attention。目前的非官方有很多说法有人说图片生成能增加 20% 视频生成能增加多少，这个得有一个标准，就是你跟谁去对比是吧？或者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样的 CPU 下跑多大的视频才能这样去讲这个不能笼统的说那官方的一个说法呢是说，在最新的 Sage Attention 2.2 或者叫2++这样的一个组件下面呢，它的速度可以达到，或者叫最快可以达到 Flash Attention 的 3.9 倍，就是将近4倍那基本上呢就是这么一个概念。那当然呢，大家最关心的可能还是它的安装和使用关于这些内容呢，我们会非常详细的给大家说清楚。但是呢，今天我不想绕过一个话题，就是Sage Attention 它到底是怎么加速的虽然我不会讲的特别的细但是我会把里边涉及到的一些理念呢给大家说清楚。大家呢可以点开一下这个最新的这篇论文就是 Sage Attention 2++。你注意这篇论文呢非常的短。因为它是在原来的 Sage Attention 的基础上做的补充这样呢我们就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就行。你注意改进的主要是3点。第一点就是构建指令集。为了把这个问题描述的清楚呢，我们说的多一点大家注意我们在做所有的这种人工智能的东西的时候呢，最核心的东西就是矩阵的乘法。那为什么我们会要求大家一定要在 GPU 上去做呢？是因为 GPU 上提供了矩阵运算的什么指令集，所以说速度会很快。你在 CPU 上呢都是半加器那这个就很慢。那我们都知道在人工智能里边，现在最核心的那个部件叫做 attention 嘛，就是注意力机制是吧？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KQPV 就是那个注意力机制，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怎么去把这个运算给它加快，就变成了很多做加速的这个人面临的这个问题基本上呢就是2个流派。第一个流派呢就是想办法把这个注意力机制给它简化，比方有很多人提到了一个叫线性注意力机制。还有一个呢就是稀疏注意力对吧，也是这样的一种思路。但是你注意凡是做这样的一种加速的话呢，最终的效果呢都会有一些损失。还有另外一类，就是要想办法把硬件的这种能力呢发挥到极致那就是 Flash Attention 和 Sage Attention。那 Sage Attention 呢，它基本上呢就是这样的一种解决思路，它研究了一种新的指令集。我们说了，那 GPU 比 CPU 快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矩阵运算的指令集。那 Sage Attention 呢，其实就是在这个原有的 GPU 的基础之上呢，又研发了一种新的指令集这种指令集呢可以让这个处理速度呢变得更快。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它叫构建了指令集。第二个还有一个，它就是解决了数据溢出的问题。因为呢它在两端把数据做了什么？做了压缩。所以说呢，在中间计算的时候很容易超出它量化的最大值。他们在2++ 里边呢，把这个 P 和 V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4个里边的 P 和 V 做了提前的量化，这样防止了数据的溢出。这是第2个这个创新的点第3个呢，其实是用了新型的这种缓存技术，让这种数据的交换呢变得更加的有效率，而且呢精度不丢失这就是3点创新。这就是 Sage Attention 2++ 版本它典型的这个理论的基础。好，下边呢我们就进到大家最关心的这个环节，就是它的安装和使用
安装第一个，你先得查一下你 CUDA 的版本，因为 2.2 版本的 Sage Extension 呢，它要求 CUDA 的版本呢得是128，如果你要不是的话，得升级一下。你说怎么升级？这个很简单啊。首先呢，大家可以搜一下 CUDA 啊，然后你可以大概打开这么一个页面，然后你注意这个版本可能现在是最新的是 12.9， 你可以点一下这个 Archive 啊，就是归档的版本。然后你找一下 12.8.0， 然后点开之后呢，也是这样一个界面，但是这儿就变成 12.8 啊，然后你就选嘛 Windows X86 啊，然后你是 Win11， 一般我们选 EXE 啊，然后你就可以下载就行了。下载完之后呢，就是双击安装，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啊。装完之后呢，大家可能觉得我原来的 CUDA 怎么办呢？你要注意啊 ，CUDA 是可以多版本共用的。这个怎么用呢？你注意，我现在这个版本是什么？是128，看见了吗？啊，12.8，这个主要是靠环境变量来控制的啊。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设置，然后点开一下系统，然后呢，我们点一下系统信息，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高级设置，这里边有环境变量啊，然后我们可以点一下环境变量。点开之后，你注意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你装了几个版本的 CUDA 呢，这儿都会有对应的这个内容。比方我之前装的是126的。那我现在用的是128的，所以说这个没关系。关键的是这个，就是 CUDA Path， 就是系统用哪个主要看它。所以说你要想用126，你就双击把这改成 12.6 啊。你要是用128啊，然后就改成 12.8。完了之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 Path 这个里边，你双击打开的话呢，你要注意就是如果你要用128，你就把128提到最前边。就是一个 bin 和 lab nvvp 啊，这两个目录提到最前面。你要是用的是126，那你就把这两个通过上移移到最前边，然后就可以了。完了之后呢，大家通过这个命令啊，就可以查看一下你目前用的是哪个版本。所以说呢 ，CUDA 的安装本身呢是比较简单的。这儿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当你安装了 CUDA 或者你更改了 CUDA 设置之后，这个窗口必须新开一个啊，原来的那个绘画里边它肯定还是原来的设置啊。第二个就是 Touch 版本的安装。Touch 版本呢，其实可以有两个版本可选啊。第一种就是2.7.1， 第二个呢是 2.8.0。那这个怎么去理解呢？这个呢，我们先说一下 Touch 啊。Touch 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PyTorch， 大家可能没有做过早期的人工智能。早期的人工智能里边呢，我们编写人工智能的框架呢有两种啊。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PyTorch， 那第二个呢就是谷歌的 TensorFlow 啊。其实这两个框架之间很长时间呢也在不断的争斗啊，最终呢还是业界普遍的采用了 PyTorch， 所以说现在 TensorFlow 的东西见得很少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PyTorch 的首页，你要注意啊，它现在的稳定版是 2.7.1， 也就是我们说的最新的这个版本。另外呢，它的 2.8.0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Preview 版，就是预览版。大家注意啊，就是我们可以装预览版，就是 2.8 的版本，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装稳定版。所以说呢，这个大家需要这样做，就是先看一下你的 PyTorch 是什么版本。那大家注意啊，我们可以进到你的 ComfyUI， 因为大家装 ComfyUI 的环境可能不太一样啊，有的会用 Anaconda， 有的可能会用这种叫便携版啊。你不管用哪个，你进到你那个 Python 的那环境里边啊，然后呢用 Pip list 啊，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安装的这个所有的数据包。然后呢，我们用 find string touch， 我们找一下关于 touch 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啊。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 touch 版本是 2.7.0， 我们先把它给卸掉啊。那这儿我呢顺便看了一下我的 Python 的版本啊 3.12 的，这儿我执行了这样一个命令，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 PyTorch 还有它的声音组件和这个视觉组件就全部卸掉了。然后呢，我们需要安装。安装的话呢，由于我现在装的是 2.7.1 这个版本啊，所以说呢，大家是这样选。大家注意 2.7.1 Windows Pip Python， 我的 CUDA 是128，然后呢，我就会有这样一个东西。前面这个 Pip 引用的方式可以有很多啊，关键是后边这个，就是你把这个复制下来，然后粘到这个 install 这个位置就可以了，然后开始安装。安装的话呢，需要把这几个组件给它下载下来啊。这个主要是这个 PyTorch 的主版本，大概3个多 G 啊。下载完之后呢，
大家注意啊，会提示你安装成功。这个时候我们再确认一下 pip list find string 啊，然后这儿就会提示你安装成功。下边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安装什么呢？安装 sageattention 啊。sageattention 之所以在 Windows 里边安装比较困难的原因是，它最早就是用在 Linux 里边的。Windows 里边是不支持的啊，后来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技术人员呢，把它移植到了 Windows 里边。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一个库啊，大家看一下，是这个并不是 sageattention 的这个官方的 GitHub 的仓库啊，它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在 Windows 下使用 sageattention 的一个仓库，这个版本呢也在不断的更新，这个内容介绍的也比较少啊。关键呢，我们就看这个 release。就是你看一下它发行的这个版本啊，现在呢到了 V2.20， 然后呢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 asset， 这个附件比较少啊，我们找一个多的啊，大家看一下，这儿有一个是 2.20 的 Windows， 这个里边提供了很多的版本，全部是可以安装的那个 WHL 的那个组件，大家可以根据你的情况来选。大家注意，都是 2.20 的。首先CUDA这儿没得选啊，都是128，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大家一定要装128的CUDA，然后 PyTorch 就可以选了啊，是 2.71 的还是预览的 2.80 版？我这儿装的是 2.71 的，所以说我只能从这4个里边选。再往下边是你的 Python 版本啊，你是 3.10 的，是 3.11 的还是 3.12 的？这个呢，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命令来看啊，这个我们之前也看过了 Python-V， 我现在是 3.12 的，所以说呢，我现在可以下载的其实这有这一个。下载下来之后呢，我把它放在我的 config 目录里边，当然放在哪儿都行啊，因为放到这儿我就不用再切目录了。然后这跟安装普通的文件是一样的。然后我用了 Python-m 啊 pip install， 我这儿加了 upgrade 选项。为什么？是因为我之前已经装过 1.06 版的，大家看到了吗？所以说我要换成 2.2 版本的啊。我把这个轮子直接粘到这儿，然后开始安装，非常的顺利啊，就装好了。然后装完之后呢，我就启动了 config， 然后呢就跑了一工作流。一跑的话呢，就出了一错误啊。我们来看一下，叫 Triton only support CUDA 1.0 or higher， 就是说现在我们收到另外一个库啊，这个库呢叫 Triton 啊，这个词大家可能也比较熟啊。它现在提示说它只支持 CUDA 10.0 以上的，那我现在都 12.8 了，我还不是 10.0 以上的吗？所以说这个 Triton 版本呢也是有问题的啊，所以说 Triton 也得升级。下边我们就说说 Triton 是个什么东西啊？那现在看到的呢是 Triton-Windows， 注意啊，跟那个 sageattention-Windows 是一个作者啊。它这个你简单理解一下啊，就是 Triton 呢，你可以认为是在 CUDA 的上边构建的另外的一个什么一个代码的一个 SDK 啊，或者叫一个库啊，用它写起来呢会更加的高效。所以说呢，你可以认为就是 sageattention 呢，就是用这个东西写出来的。那 sageattention 那个指令集也是用这样的一个工具去构建的。所以说你需要安装这个 Triton。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我这个排错的这个结果。那我就从他提交的这个数据里边去查了一下啊，这个像这种东西非常典型啊，肯定有人已经碰到过。然后呢，官方也有说明啊，而且呢，他说 fixed in 这个，我们点开这个的话，你会发现啊，他说的是 3.10 Windows Post 9， 也就是在这个版本就被修正了。那也就是我那个版本啊太低啊，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安装一下新版啊。这个安装的方式跟那个 sageattention 呢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首先呢需要进到这个 Triton-Windows 里边，然后你找到它的 release， 然后呢一般的也只有2个这种附件可以下载啊，这个一般是可选择的不太多。我们大概找到这样的一个版本。就 3.20 的 Post 10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里边呢就会有比较多的可选的版本了啊。大家注意啊，我现在的版本是3.12 对吧？所以说呢，大家从这儿把它下载下来。安装方式跟刚才安装 sageattention 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把 Treat 呢给它卸载了，然后卸载完之后呢，我下边就安装了 3.20 的这个版本，而且是针对我这个 Python 3.12来做的，然后安装好了，然后我们再启动 ConfigUI 啊，后边大家可以看到啊，就可以正常的来跑这程序了。可能很多人碰到的问题不太一样啊，但是基本上大概就是这些。另外你要注意，如果说你说我还不清楚它怎么装的话，然后我的那个 YouTube 上啊有一个装 3.16 版本的，那个里边讲的就更详细，你可以去看一下。好，我们进到我们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啊，我们来看看啊，它提速到底怎么样。我先说一下我的显卡，我的显卡是4070 Ti 16G。然后呢，我们来打开第一个工作流。这个工作流呢，其实就是一个 Flux 的标准的工作流。然后大家需要安装 KJNode， 这个是 K 神比较重要的一个库了啊，主要是对原生的这个 ConfigUI 库的一个扩展，这个一定要更新到最新版啊。然后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控制一下这个是不是用 SageAttention。那下边呢，我们先不用啊，我先把它跳过去。然后呢，我们来跑一下啊。注意啊，这个时间现在是有这个什么呀，模型加载时间的，所以说呢，待会儿我们得把这个时间给它去掉。那就是当它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就是开始采样的时候，我先把它停一下，然后我们再重新跑。这样的话呢，就去掉了这个什么加载时间，我们只看采样时间，这样的估算起来会比较准啊。好，现在我把它停掉，我们再跑一遍。好，我们看一下时间啊。大概是24.57秒啊！现在呢，我开启 SageAttention， 好，现在直接开始采样，好，完了啊！我们看一下，22.15， 24.57， 2秒钟，20秒的2秒钟，提速10%，这是 2.71 的 PyTorch 的版本啊，我测试出来是10%，我没有拿到20%的一个效果啊，但是这个提速10%也是非常可观的了。下边我们看第二个测试。第二个测试呢，那这个工作流其实就是我给大家说的这个 Running Hub 上这个工作流啊。这个里边你要注意啊，并没有用到任何的加速组件啊。我虽然有一些这个辅助的这个东西啊，但是并没有 Tcache 啊、Magic Cache 啊这样的这个加速组件。这儿我用的是 K 神的版本啊，所以说你可以在这儿切这个 SageAttention。好，下边我们还是看传统的 SDPA， 就是不用 SageAttention， 它用多长时间。同样啊，我们会把模型加载时间全部给它去掉。好，现在开始采样，我把它停掉啊，重跑一遍。好，这个就完了啊。我们看一下它用的时间，这个时间呢大概是170多秒，是吧？这是 SDPA 的啊。下边呢我们看一下 SageAttention 的。大家注意啊，它这儿呢要重新的进行这个模型的加载啊，所以说待会儿呢我们还得停一下重跑，我们还是只看这个采样的时间。好，现在呢我们停掉它，好，我们重跑一遍。这儿顺便给大家说一下，我这儿用的是49帧啊，所以说呢我们只能说在这样的一种相同的环境下边，它的这个提速的一个效果啊，不同的视频长短可能你看到的效果也是不太一样的。好，那这个 SageAttention 呢也就采样完了，我们看一下时间，这个呢是127啊，这个是170，那就是差了将近50，我们按130来算的话呢，可能40%多，所以说你会发现视频里边呢会比较明显。因为呢这里边可能涉及到的运算会更多，所以说提速呢也会更加明显。那这就是我们实测的效果。那我们最起码可以看到啊，就是说这种加速，第一，它的质量是没有损失的，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棒。第二个就是提速是明显的，不管是图片生成还是视频生成。所以说呢，大家应该把你的 SageAttention 做一下升级，然后呢，能够让你的硬件的运行更加的有效率啊。好，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还等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